今太后御见明堂，朝中官员多有变动，李武各有掣肘，郑元即日将调派回京，度量已任户部郎中。平儿，老鬼传来新消息，当今太后临朝，开始启用女官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姑母，我们动身去圣都吧。太白县女主称，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，好些人都说，这太白星跟那位太后有关。哦，采莲。 徐主事是不是出门了？夫人最近身子不太舒服，让我来知会徐主事，今晚早些回去。官爷，你知道徐主事去哪里了吗？徐主事去东桥仓了。兄弟，别杵着了，过来喝点酒啊！快过来，就等你俩这句话呢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跟你来的理由差不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靠这个。你怎么会有盐仓的钥匙？偷的。确切的来说是仿造了一把。看来正人君子做事也没那么死板。你跟我来。 这里面起码有10几袋都是这样。果然，以沙换盐，这得是有监察之责的徐清和管理正仓的宫少相互勾结才办得到。难怪外面这么松散，就是为了可以调换盐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最好能将他们暂时扣押。徐清现在正跟宫少在一起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。你去找袁绍成，让他带着大理寺的人来检查盐仓。 好。吴安康，听我说，陆丹心昨夜中了埋伏，被海一平的人抓了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海一平目前只不过是将他囚禁了起来。 我怀疑他会利用陆丹心来要挟你。这样更好。那丹心暂时不会有危险。等你回来后，帮我再去海府打探一下情况，我好判断该如何救他。回来后，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去哪？东桥盐仓。吴安康已在东桥盐仓拖住徐清。 他让你用盐仓私盗、监察不力的理由扣下徐清，这样才能从他嘴里撬出更多的东西。2位稍后啊，少成，你们先喝着。怎么就带了1个人？你们大理寺就这么缺人手？我不抓人，我来是给你一个建议，你也不要抓。 今日你要是行动，只会打草惊蛇。我的建议是你不要给我建议，
我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。来呀，少成，一起喝点，啊！哎呀，袁少卿，请。什么风把袁少卿给吹来了？这总不会是给下官践行来了吧？啊！我今日少成刚才跟我说，有人向大理寺举告，说看到有官盐被换成了沙土，运进了这东桥盐仓。什么？这从何说起啊，武将军？这等无凭无据之事，大理寺自然不会轻易受理。何况盐仓有2位看管，底下的人岂敢坚守自盗？袁少卿不信这诬告，实在是英明。我等两袖清风，心中自是坦荡。既有人举告，无论真假，大理寺都该查验才是，还劳烦公司使开仓验盐。哎呀，韩信呐，韩信呐！你仅凭一个无端的怀疑就要开仓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那别人都以为这天子脚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！是啊，我还有更让你寒心的话要对你讲，就是我的人，从私盐查到这儿，亲眼看到了有人以沙换盐，现在这盐仓里10成，至少有1成的盐袋都是沙土。武将军，你这是从何说起啊？是啊，你说此话，可要负责呀！这里没有嫌犯，谈不上是谁的责任。我也只是例行公事。若是盐仓真没有问题，打开看一看，此事便可就此了了。袁少卿，文宇，在，开仓。是。哎呀，将军呐，万不可开仓验盐呐！这要是传出去了，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武将军。这上面的盐袋里皆是沙土。文宇，哎呀，这光凭嘴说，没人信，还是得眼见为实啊！啊，武将军，这下你能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吧？武将军立功心切，可以理解。理解。哎，袁少卿啊，酒还没喝完呢，本想敬你几杯，你刚才可是滴酒未沾呢。武将军，咱们回去接着喝酒吧。武将军请。2位告辞。哎，2位慢走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？片刻间，就将沙土换回了盐。现在好了，曹爷打了蛇也惊了。这往后，再想找出他们的罪证，就更是难上加难。别灰心，豺狼迟早会出来觅食。你最擅长的，不就是等待时机吗？那就看看，他们跟我，谁能笑到最后。少卿，今日圣上召了江作监的人问话，修天圣塔一事，应该有结果了。好。
心，你去哪儿了？姑母，如果你来是想替平安说和，那就不必开口了。他犯的错都是无心的，你们这一路走来，他为你们所做的这些还不足以赎罪吗？你要我原谅他，那因他而死的那些女子能原谅他吗？度良、李宗旭、海一平这些人是罪人，是我们要惩处的人。那他叶平安是什么呢？当年他也是受人蒙骗，度良带人追杀他，他的父母也因此身亡，他也是受害者呀。他已经在努力地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，他为了玉石案耗尽心血，付出一切，这些你都是看在眼里的，对不对？无论过去发生什么，你们都是最好的姐妹。跟姑母回家吧。家。妈娘，仙儿回来啦！你看这花好看吗？好看，带一朵。好，真好看，香不香？香。阿娘，那年阿娘病重，我上山采药却突然晕倒。我一直以为是响马将我迷晕了，直到得知真相，我才想起在晕倒前，的确看到过一个女孩的身影。娘，当我从废宅逃出后，娘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。原本我也有自己的家，阿娘她在家等着我，等着她唯一的女儿和唯一的希望。可她到死都没等到我回家。若不是叶平安，我本应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，我根本不用遭受现在所经历的一切。如今彩莲死了，霓裳也离开了，而我，姑母，你想要的团圆夜，恐怕是团圆不成了。丹心，你心里清楚，就算没有叶平安，也会有玉石案。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让真凶伏法，这也是你的心愿，不是吗？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孩子，我没有办法让你放下恨意，只有等事情了结。你若还像现在这般恨他，那你做什么姑母都依你。只是现在万不可将矛头对向自己人呐，丹心。手将交织他影的眷恋，心在日落前已塌陷。姑母，当初我第一次归你是谢恩，感谢你将我们当成你自己的孩子，给了我们一个家。如今是亏我让你左右为难，也亏将来未必还有机会能为你养老尽孝了。唯愿来日一切长安。你保重。甘心。成全苦涩的人间，一次镌刻红尘的誓约，一念一瞬间，快永远。
之前一样，还是无解。二娘啊，假如让你在他们二人当中选一个，你会站在谁那边？我不能选。我是平安的姑母，可我也真心拿丹心当亲人。那个海上书，还比度良要阴险得多啊，二娘。我说的话也许会让你难受，但是你留在平安身边，确实帮不上他什么了。度良已经对你下过一次手，如果海一平再对你下手的话，对平安也好，丹心也罢，恐怕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危险。你随我回师门，找师傅替他们化解此劫吧。虚实芒沟桥上见。赵侍郎为官清正，心系民生，少成实在佩服。还得多谢你为芒沟人仗义之言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我人微言轻，没起什么作用。是今日康平王上了折子说，若让芒沟人去修天圣塔，轻视贱民的小利就会克扣工钱，不在乎他们是否会累死、病死。可再设监官去监督小利，又会让官职冗杂，增加修塔的支出。此事弊大于利。圣上这才不再征调芒沟人去修天圣塔。告辞。康平王，少成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把不用修塔的事儿跟大家伙说了，大家伙那高兴劲儿，差点把我扔天上去。走，咱回芒沟喝两盅。哎，待会儿我得再去趟海府。左翼路担心中了埋伏，被海一平的人抓了，我去探探情况。你说什么？被抓？我刚刚还在芒沟看见他了呢。你呀，看走眼了吧？我又不瞎。他身边跟了个外人，我就没敢上去打招呼。他就在河道的桥上，看样子像是在等人。阿姨，你看。哎呦，做得真好。这句怎么读啊？有孝弟思锦县。回来啦！阿姨今天打了好多鱼。是吗？看，那心儿跟阿爷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来，我们吃饭了。阿姨，你也快来吃。来了。我夹菜给阿姨。丹心，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我想清楚了，要让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我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你知道自己是御闪的罪人，还敢来见我，是真觉得我对你下不了手吗？你的刀呢？掏出来吧。
与你动手吗？我不会。即使是你要杀了我，但先。 为我阿娘，也为我自己。但是你如何让我相信，你真能狠下心来杀掉叶平安？ 我会约叶平安在芒沟见面，到时你便会看到，面对我，他唯有愧疚，不会有半分抵抗之心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选得太好了，人多眼杂，我的人也无法对叶平安下手，对吧？我会拿出合作的诚意，但在没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前。 他的命需先留着。郭二娘，郭二娘，小心！幸亏这一剑没伤及要害。 你的药呢？是在医馆吗？我去拿。那边柜子里有布条和药。平安，我不愿，也不能目睹你们姐妹相残。 唯有一别，不成为你的拖累。你虽避而不谈，然心病已深，岁岁折磨，日日入骨，岂能瞒我？世上能医心病者，寥若晨星；能医你者，只有你而已。姑母无能，唯盼你有一日能不再自恨，得平安喜乐。 勿念。袁少成，现在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，包括我最亲的人。在我关闭龙门场的那天。 芒沟的百姓也都疏远了我。你现在也知道我是御史案的罪人了，你不厌恶我吗？越是不了解你的人，才会将你想得可怕，越爱搬弄是非。 我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，我不在乎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只相信眼前的你。往事成灰，年落成泥，如烟就浓不可及。谢谢。 谢谢你看到我最糟糕的样子，而也没有说谎。你早该告诉我的。
我想先跟你谈笔生意，一笔你可能会亏本的生意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，对付韩一平。若能事成，你便立下大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谈生意？是把自己的伤情也算计上了，觉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会欣然答应你？拿我的算计能成吗？一直奔波情泪，憧憬仓促间落笔成我会考虑的，但你得先听我的。把药上了。只能这一丝回忆的残年高为玉碎。许清怎么样了？那些沙子又被他们调换回了眼，并未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待他们放松了警惕，武将军就能查到更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帮把那神像点上吧，疼得要死。不是挺喜欢逞能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应承了？你说，人死了，是死了的人更惨，还是活着的人更惨啊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人死了，不管原本他将有怎样的人生，他都不会知道了。可活着的人，却要日日夜夜的陷于遗憾和悔恨之中。活着的人才痛苦。为之于未有，止之于未乱。韩一平对你有利，可也有害。这次是天圣塔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旧案重查，我希望你接下这个案子，秉公办理就好。梅堂不会因此怀疑你的忠诚，此案也会是你的功劳。我独木难支，身边也无人可用。韩一平和我要你站在我这边。让我再想想吧，改日答复你。我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吧？你出手倒是挺干脆的，但是人没死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对准他这里。那就要看你如何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在我兑现承诺之前，你需要再做一件事情。自告，10余年前御史案另有隐情，昏官横霸乡里，骄奢淫逸，无所顾忌，
以权谋私，盘剥民生，于通泉县利用废宅，行罪恶滔天之事。诱拐民女无数，求于此宅，攻其行贿，挟诸女之命，终为灭口，尽化灰烬。然助纣为虐之人，乃一家之女顾青，小小年纪便以诱人入民之术，引诸女入废宅，酿成滔天巨祸，罪孽难逃。今此女更名改姓，续以其不正邪术，迷惑圣都万民，此女便是新一叶平安。叶平安，叶平安，怎么会是他？这当年的御史案，那可是人尽皆知，街坊邻里们都在骂那于谦，说将他拉出来鞭尸都不足以解恨。你说那告示上的魂官指的就是于谦吧？有海公落款，那指定是真的。再说了，这陆丹心又是谁啊？怎么他的名字也在这告示上？哎呀，要我说呀，那叶平安才是真正的天生恶女，年纪这么小就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叶平安那个时候就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，想骗一个孩子去做坏事还不容易吗？那他也是受害者呀。咱甭管他当年是不是被骗的，但结果就是他害死了人。这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平安帮着害死了那么多人。是，那次很可恶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万安山上，你是真的想动手杀了李宗旭吗？回陛下，李宗旭罪恶滔天，但他是氏族宗亲，臣知道陛下需安抚旧人，不想让陛下为难，所幸臣才想在万安山上诛杀他。臣一时情急，思虑不周，陛下当治臣妄断之罪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到底是不愿朕为难，还是因为他杀了芒沟人，出于私心，想将他置于死地？陛下，臣不敢。朕选你，便是看中你办事爽利，又懂得顾全大局。世人皆有私情，别说你有，朕也有。朕坐上这天下至尊之位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刮骨剜肉之痛。欲以万民为公，就要不近常人之情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这个叶平安跟你一样行事冒进。陛下，不用说了，将他逐走。是。还有一事，禁军传来话，李宗旭已经醒了。醒了好啊，就差禁军过问一下李宗旭，吓一吓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些年，李宗旭乱商谋财，这个时候正是让他将所敛之财吐出来的好机会。朕杀一人易如反掌，可如何杀，何时杀，要思虑周全。臣未能体会陛下苦心，是臣之过。好了，朕叮嘱你一句：查海一平，你需事必躬亲，在没有挖出那些与他结党的蠹虫前，不可妄动。还有，你那叶平安，别再瞎搅。是。你呀，还得再磨磨。
海公啊，郭四卿。哎呀，海公啊，不知是什么要案，劳海公亲临。郭公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好管闲事。何况这件事啊，和我当年的好友有关。若不是这位女子找上我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这当年的旧案竟藏着这么多惊人的秘密。哪桩旧案？此乃诉状，民女告10多年前，通泉县尉度良伙同师爷郑元降马齐君山，掳掠民女，并将罪证栽赃于监察御史于前，前后涉人命130余条，酿成莫大冤案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可知诬告有何下场？民女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，是那些不幸女子中的一个。我若有半句虚言，项上人头，任你处置。起身回话吧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？郭四卿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拿不准，毕竟此事牵涉的官员众多。于是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经历，他将此事的原委巨细无遗地道来，字字泣血，我这才信了几分。当然，此事由四卿主审，实情如何，还得由你来定夺。你说于乾当年是被度良陷害，可拿得出什么证据吗？度良早将所有证据销毁，他还当上了户部郎中，所以这些年民女一直未敢上告，直到如今度良已死，我这才敢站出来。我还找到了素有贤名的海公，若不是海公肯收留我，答应为我沉冤昭雪，我今日也不能这么顺利地站在这里。全案都扣，将御史案卷宗调来。是。且慢，四卿有所不知，御史案后有个自称罹难者亲属的人找我，说是想要看一看卷宗，我就调阅给他看。可是天意弄人，那个人打翻了烛台，引燃了客房，整个卷宗都给烧毁了。那如此说来，便是没有证物。没有证据，哪怕你说的再真切，也不能仅凭你一人定案。还有一人能证明御史案是冤案，他也是亲历者。谁？掌心使叶平安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军饷案后，你不知道该不该救叶平安时，你就是这副鬼样子。以那时不同，如今我已经站在一块四方的石台上，风虽大，却站得很稳。我若是现在去帮他，那便是拿我身后的一切来做赌注。和上次一样，就让他做决定吧。有字的一面就是帮，无字就是不帮。